我们将前往嘎腰圣地中的圣地。坐汽车这个路太难受了。这个就是西港，什么行业都有啦，这里的秘密都不用知道啦。西港的物价颠覆我的认知。园区里面是一个世界，外面是一个世界。刚才在这个小区门口看到了很多就是胸前挂着牌子的人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小林。今天这个旅程将非常的惊险和刺激。我们将前往嘎腰圣地中的圣地，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城市——西哈努克港。在网络上面和新闻上面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，很多人闻风丧胆。那究竟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。我现在呢已经打包好了，一个大包一个小包，依旧是这样子。今天早上在这边吃早餐，吃早餐的时候呢，我找青旅前台预定了就是车票和在西哈努克的一个青旅的费用。这家青旅的这个品牌啊，在柬埔寨很多地方都有，很多城市都有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此番旅途路程艰险，所以呢，我就准备了非常多计划。首先呢，第一点呢，就是不要太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，尽量的不要让别人听到我在说中国话，混迹于欧美旅游圈。因为西哈努克港啊，旁边有非常漂亮的海岛，很多的欧美人呢就来这边度假。还有一点要特别小心路边的出租车，我尽量用软件打车。基本上做好这以上3点呢，我想在西港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去游玩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现在要看看最危险的城市到底危不危险。走起，拜拜，拜拜。这边人都特别热情啊。哦，是用这个车带我去啊？你中国啊？你中国？中国？对。哦，小哥还会说中国话。我青旅对面是一个学校，小学校。OK，thank you。西哈鲁 here。OK。Hello。我看到他们吃这个水果，居然沾这个辣椒酱哦。哦 ，spicy。Good. Good. Good. To Kairon. 希望一切顺利。柬埔寨这路啊，开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，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哇，非常颠簸，好颠啊，晃得我难受。它这个路不仅是没有铺砖，而且是坑坑洼洼的，坑洼洼的。天哪！别告诉我要这样颠着去，颠着3个小时，我会疯。坐汽车这个路太难受了，它是从东部到西哈努克，它是有火车的啊！我怎么不订火车？后悔中。已经到西港了，这个是柬埔寨的第2大城市，但是一到这个城市，你会感觉到回到了中国。刚到这里就感觉，高楼特别多，还有汉字特别多。Hello。Where you go? 我们用软件叫。这边显示距离青旅有6公里，出租车是9200。司机到了。哎呦，不行！哎，这应该是我到过的算是最危险的城市了，没有之一。回国了估计也有人信，但是这边的安全系数远不如。越往市中心走，这些中文的标牌越来越多。这个就是市中心的
的地方，市中心的转盘了，估计。中间有狮子。先看一下这个整体环境，跟贡布差不多，只不过它的游泳池特别小。跟着他去房间，在欧美人的地盘就可以放心一点，放松一点。卫生间简单看一眼，公共卫生间。这个泳池比贡布的差远了啊！哎 ，Thank you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就要在这个青旅里面休息8个小时，8个小时之后去这个城市里面转悠一圈。啊，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说了，这个青旅呢，一个晚上是6美金，折合人民币就42块钱。出来溜达溜达，逛一逛。哎呦，腰好疼，腰疼腰疼。刚走出青旅的巷子，就看到前面有一个5象广场，像不像咱们的望向城？简版望向城，还有个大润发超市、桑拿会所8楼，花样年华造型，妥妥的一个国内小县城的既视感。信达地产，这个就是西港，闻风丧胆的西港，富桥竹峪，哎呦妈呀！你们一定想不到西港的菜单连一句高棉语都没有，全是中文。我来了这边真让人震惊啊！除了这个很多烂尾楼之外，就是中国人可以把这里改造得这么彻底。费大厨啊，朋友们！这个是游戏厅加酒店。但凡游戏厅比较多的地方啊，它的安全问题、治安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很快的钱就不见了，很快的钱呢就输光了。输光了之后，很多人就会铤而走险什么的。这些楼真是触目惊心。据统计啊，现在柬埔寨有1100多栋高楼，那其中烂尾呢有300多栋，就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0%，接近30%这样的一个水准。其实我真的不愿意看到，就是遍布中国人的城市、遍布中文的城市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哦，这是西港万达。先去海边看看西港嘛，它是有个港口的。它的海水也特别漂亮，当地人在打排球，我不知道是当地人还是中国人。现在我们来说这边为什么这么多烂尾楼？最开始啊，西港是一个经济特区，它引进了非常多外资，那包括中国人就进来了。在2015年到2019年的时候啊，这里的经济蓬勃发展。然后房价呢也随之提升了10倍以上。那随着房价的提升，就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进来这里投资，所以又建了非常多的楼。而在2015年开始呢，这里就有建了非常多的游戏厅。那随之我们国人的不断涌入，随着游戏厅越开越多，然后这里的经济呢就被带动起来了。房价据说从最开始的3000多人民币1平方，到了后面的2万多、3万多。西港的物价啊，现在已经是跟咱们国内差不多，甚至于超过咱们国内的1、2线城市这样的一个物价。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取缔了游戏厅，同时呢，同年呢又发生了疫情，所以当时大量的中国人啊就撤回国了。不仅仅是撤回国啊，很多房地产企业呢资金链断裂，没有办法去支撑起这个楼的继续的建设。所以啊，这里啊就出现了这么多烂尾楼，而且这些烂尾楼呢，据说当时也是参与了某种不好的活动，这些楼房的质量啊也是非常堪忧的，甚至有些人连地基都没有，据说当时还倒塌过1、2栋楼。所以就在这种双重夹击之下，柬埔寨西港风云突变。那随之呢没落下去之后呢，这里又滋生出了另外一个行业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吧？因为这里中国人众多，要找这个打电话的人啊进行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从2019年到现在啊，这里就变成传说中的嘎腰圣地。但是最近啊，应该从去年开始，逐渐的就取缔了这些打电话的园区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残留啊？据说呢，现在很多都已经撤离了。所以又有很多人说，柬埔寨西港是一个被中国人玩坏的城市。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这里的豪车特别多。刚才看到了凯迪拉克，又看到了宾利，
前面就是西港的海了。其实西港是一个海港城市，它还有非常漂亮的几个岛礁，看着特别悠闲的海滩，你无法将它和嘎腰子联系在一起。夕阳的余晖照着西港的浪尾楼。这个海边晚上估计是个夜市，然后他们的桌椅啊，他们没有椅子，就摆一张桌子，然后下面铺一个塑料布。还别说这个海港还挺美的，真挺美的。哦，福建的，对，是吧？你们在这边工作吗？对。啊，你们慢慢享用啊，拜拜。这物价起来了之后啊，其实本地人的生活是最艰难的。有一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：西港赚钱，西港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就是说这里的物价，这么美的景色，可惜了。Ice cream how much? 4。吃个冰淇淋，在这罪恶之城看看海，吃冰淇淋。我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中国人在的地方，更能够给当地人留下一份安全感，而并不是说你只有钱，你除了钱之外啥也没有。标题党应该是这样的：当一个中国妹子走在柬埔寨西港的夜晚的街上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们就是这样席地而坐 ，Hello， 然后吃一些烧烤啊、炒饭啊之类的。来万达里面溜达一圈，温习一下国内的感觉。你这放眼望去，说是在国内有人信吧？这里来做个美甲。一进这个商场，刚才就看到这家美甲店，然后问了一下价格还可以，就来做个美甲。因为现在指甲也长长了，做了一个特别低调的颜色，裸色。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我当时问老板娘这个价格的时候，因为我一进这个地方就总觉得是个中国的地方嘛，然后跟我说35，说啊这么便宜35，但是是美金，美金啊朋友们。真美啊，是不是？柬埔寨特别贵。对，这里什么都贵。那西港中国人是不是特别多？对呀，好多基本上这里盖的房子全是中国人盖的。那他们是来这边是建筑行业，还是说其他的？什么行业都有啦，这里的秘密都不用知道啦。哦，哎，那这样子他们这边的就是当地人的工资高吗？当地人工资不高啊，不高350美金，250到350。那像他们这边物价这么高？就是中国人消费啊，会讲中文的高一点，然后会技术的高一点。那如果会中文的大概是？有些也超过1000的。哦，看情况。对。那你们这如果美甲师的话，这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工资？1000以上。这么高啊！我的美甲350啊！咆哮一声。商服，然后这个是全是中文啊，中文跟英文。播报也是中文的。到这里面嘛，你瞬间感觉回国了。然后他跟我说价格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人民币，结果是美金。雪王在这里也偏贵一点哈，比越南基本是越南的2倍。中文，蜜桃乌龙茶。蜜桃是1圈1杯。少糖。我晕啊，周黑鸭都有啊。哎，开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这是估计都是进口超市，都是咱们中国的产品。不知道周黑鸭在这边怎么卖的啊？脖子这么点，5.4美金，5.4美金就是35人民币。人参果4个，6.5美金。真的是一分别想带回家啊！这里啊，就完完全全的是中国超市的复刻。你看上面的标签打的，跟柬埔寨那个没什么关系。哇，这个桃子好大，中国红水蜜桃，
看到这些水果的价格，我就只能直摇头啊，直摇头。我发现这个西瓜还行哎，西瓜这一盒1美金，榴莲24000，24000还可以啊。这个城市我觉得中国人的圈子还是挺封闭的，就是说中国人的企业一般来讲就招收中国人。像这个超市啊，就是相当于一个中国超市了，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来购物。然后这里的服务员都是本地的高棉人，在这里鼎盛的时候，它超过了80%的中国人，太可怕了。一盒肥牛是4美金，全是中国品牌的包装食品。不是吧？火锅底料3.2美刀，这个更贵，4.5美刀。颤抖的手啊！乌江榨菜什么时候1.2美刀了？在国内是1.2人民币吧？西港的物价颠覆我的认知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感人了，无意久留。这个要29美金呢，还挺贵啊。价格是翻倍了，比国内。你要是有钱，这里啥都有，连鸭屎香都有。鸭屎香多少钱？一盒18美元一罐，充分说明了这里穷人的地狱，富人的天堂。整个商场里面不给柬埔寨食品一点点机会，全部都是中国食品。好感人啊！298一饼福鼎白茶，这个我都不敢用手去拿。这个更贵了，520一饼手谱。在3楼的餐饮就只有这一家，这是一家自助的烧烤火锅店，然后是11.8美金一个人，那价格还可以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有一些肉类的，还有一些海鲜，有螃蟹。我瞬间感觉西港这个物价快跟迪拜差不多了。我在这个商场里面点了一个牛肉面，你们猜多少钱？6美金，42块钱。这价格好感人，好感人。在青旅里面，他们那个简餐还更便宜一点，大概就是3美金、4美金左右。既然来西港了，就要体验西港特色中餐。现在咱们吃的是西港特色中国菜，不过面好小碗，我点的是小份的，就真的只给这么一小碗，我都想把这个汤打包回去泡个面吃。哇，好吃，好吃是好吃的，香辣香辣的，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面了。重的腌制萝卜，太久没有吃这么有水的东西了。西港赚钱，西港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在西港赚钱，我是纯亏。这样一份面在你们的城市要卖多少钱？我估摸着，如果在福州的话，20差不多了。众所周知啊，这里是犯罪之都，也是梦想之都。今天这个视频啊，也是我拍摄视频以来距离危险最近的一次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前往他们的诈骗园区附近去看一看。我现在心情还是有一点忐忑的。昨天我们大致逛了一下西港，这边是遍布着烂尾楼。现在先打一辆出租车，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是3公里，有点紧张，主要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准备戴一个墨镜。到了这附近，那准备下车付钱。这里乍一看感觉不像是有园区的样子啊！你看这么美的海滩，然后这边是居民区，据说这里就隐藏着一个园区，还有另外一个园区呢是往这边再直接走过去2公里。我们先来这边看一看。等等，这走进来啊，看到了这样一栋建筑，上面的窗户所有都用铁丝给它焊起来了，这个侧边的窗户也是被铁栏杆给焊死的。在前面这个建筑啊，第2层基本上都是用铁栏杆围起来了，有
消息说啊，他们这里的园区已经撤走了大部分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园区。在这里行走吧，我总感觉有那么点一丝丝的恐怖、诡异，然后别人看我的眼神也特别的奇怪。我现在走在这个街上啊，警惕性非常高，尽量走里边一点。在这里依旧是遍布着好多中国超市、中国餐饮。蓝天国际商城也已经关门了。重庆老火锅，做电诈的人啊，绝大多数都说自己是被骗来的，但是真实情况怎么样呢？我们谁也都不知道。这边柬埔寨人的餐厅也是挺多的。这个就是一个柬埔寨餐厅，这是一座烂尾楼。在柬埔寨像这样的烂尾楼特别多。我看到烂尾楼里面就是有一些人住在里面。可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，给一些穷苦的人谋福利了。这些烂尾楼，买一杯甘蔗吃，好诡异啊，朋友们！手机莫名其妙的没信号了，导航没信号了。再打一辆车去下一个地方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你看前面这里。它的2层的窗户也是用铁栏杆给它围起来的，全是中国的餐饮，羊肉拉面啊啥的，好多，还有竹案玉竹坊。但是这些楼啊非常诡异，上面一个人都没有的住，一家都没有把衣服晾出来。哇，这里的门的墙特别高，这里的窗户里面也是铁栏杆围起来的。窗户都被焊死的，那这个墙壁还做了加高处理，全部都是铁丝网罩得严严实实的。这里一片有好几栋楼，1、2、3、4、5栋楼都没有人居住，非常的诡异。而且这里看起来特别像某某宿舍的感觉。这一片区域在地图上显示的是叫中国城。实际上，整个西港都是个中国城。看这边有一个购物中心，友谊购物，这个城墙是加高的，非常的高。但是从露出来的门头我们可以看到，全是中文招牌。这里也都搬空了，关着的。美发沙龙、卡姿足浴按摩休闲会。这边好几栋楼也是基本上是空的。哇，这边好大呀，好多楼都空着。我在网上看到啊，一般这种园区啊，就是园区里面跟园区外面是2个世界。园区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物价体系，特别高。其实西港整体的物价已经算是挺高的，但是如果是在园区里面的话，可能就是3、4倍这样的一个价格。可能吃一碗就是炒土豆丝，可能都要80人民币左右。罪恶大家也看到了，这里充满了黄赌毒。那么梦想呢？为什么说它充满了梦想呢？因为来这里的所有人啊，都是怀揣着一个能够赚钱的梦想来的。不管是过来开酒店、开游戏厅，还是过来开餐饮店，都想在这边捞金。那这边的这个整体的物价呢，也特别的高。一份螺蛳粉的价格可能是42元人民币，如果你要加一点东西的话，可能会上升到8美金、9美金，那是相当的高啊。但是呢，一旦梦想破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罪恶之都。很多人啊，一夕之间破产，破产了之后呢，就铤而走险去找寻一些其他的赚快钱的一些方式。现在走远一点啊，我还敢说啊，我刚才在这个小区门口看到了很多就是胸前挂着牌子的人，蓝色牌子的人，就我也不敢多待，也不敢多看，看一眼就走了。这下面被围得严严实实的，然后园区里面是一个世界，外面是一个世界。走在这里还挺瘆人的，有一些人说这里它是一个园区，曾经是一个园区，然后现在已经搬空了。但是我有点害怕的是，我过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还有一点点残余的，就是没有走的人，会有点危险。我当时之前还有点害怕。来一辆车回去了，逃离这里。希望以后就是提到西港的时候，不是
了园区，晚上我决定来吃自助餐，因为一碗螺蛳粉的话是8美金，那一份自助餐呢才13.8美金，所以今晚咱们在西港好好吃一顿。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一家评分还不错，据说食材蛮新鲜的。buffet how much？ 13.8是吗？13的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可以看一下吗？2楼啊，人还挺少的现在。你好。这是一些火锅熟食吧，熟食类的。哇，这透明的真好，不用我去翻了。哇，这有螃蟹，这比较小只，是冰的吗？螃蟹还是活的吗？你睡着了吗？这个螃蟹死了不能吃的哦，这个还活着。哎，这只还活着，这只还活着，你是我的了啊！皮皮虾。黑虎虾、生蚝，这个三文鱼的鱼鳍，这些肉没有腌制过的比较新鲜哦。牛仔骨哎，酥肉也有。看呀，它这个锅底好像是要收费了，这个火锅锅底要5美金呢。早知道我买一包火锅底料过来。在评论区有人教我来西港吃火锅，记得买一个火锅底料过来，因为它的清汤是免费的。如果你要吃麻辣锅底的话是5美金。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拿的哦，哇，还要越狱，哇！让它牺牲睡着一下。贝壳类的，4个螃蟹都是活的，肉类的，这也是肉。我调的酱料开整吧，朋友们。我先吃这一盘熟食，饿死我了。中午没吃饭呢，来吃吃这个牛仔骨。我开始对螃蟹下手了。全部被我吃干净了。你们知道我每次吃完自助的感觉是什么吗？下次再也不吃自助了。为什么人要这样为难自己？今天呢，视频就先拍到这吧，我现在也要回去了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2国柬埔寨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吧，拜拜。